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沁版女将军如何打破小身板魔咒？一笑随歌赋一笑的孤狼美学解析。当古偶剧里的女将军们频频因小身板娇妻感被群嘲时，李沁在《一笑随歌》中塑造的赋一笑却以截然不同的孤狼形象杀出重围。这位红衣女射手凭什么能让观众信服？让我们从职业设定、动作逻辑到表演细节，拆解这个非典型女将的破局之道。从锦月如歌周也被批小身板到宋轶娇妻感翻车，近年古装剧女将军普遍陷入说服力危机。这类角色往往陷入两难，要么披甲如走秀，打戏全靠慢镜头，要么人设与武力值严重割裂，战场英姿转眼变恋爱脑。一笑随歌开播前，李沁的清冷气质也曾引发质疑，但剧集呈现的赋一笑，从死是迎拼杀出来的背景设定，到招招致命的刺客型打法，用差异化塑造实现了口碑逆转。对比同期作品，这个女将军的特别之处在于表演细节构建可信度，人设武戏高度统一。赋一笑的弓箭手身份是破局关键，远程作战特性巧妙规避了近身肉搏对体型的硬性要求。剧中平陵之战一剑定乾坤的名场面，正是这种职业优势的集中展现。武术指导设计的孤狼式打法更强化了角色特质，侧身闪避保留逃生余地，精准点射追求一击必杀，所有动作都服务于生存至上的底层逻辑。仔细观察会发现，他的战斗风格充满创伤后应激特征，格挡时本能护头，被囚禁时咬紧反击的动物性，这些细节与从尸体堆爬出来的前史严丝合缝。相较锦月如歌中贵族女将的围和打戏，这种高度自洽的动作设计，让瘦削体型反而成为刺客隐蔽性的加分项。为塑造这个角色，李沁进行了3个月特训，形成肌肉记忆。剧中转身射击时的核心发力、拉弓时肩背肌肉的紧绷线条，都经得起慢镜头检验。更难得的是眼神戏的层次处理，戒备时瞳孔收缩的生理反应，狠力状态下眼周肌肉的微颤，失忆后仍保留战斗本能的警觉性微表情。拍摄时借鉴的借力打力技巧也值得称道，利用100飘动增强动作张力，通过发丝飞扬表现闪避速度，这些视觉化处理弥补了女性体型的力度局限。当赋一笑咬着发带挽弓的镜头出现时，没人再质疑这个女将军的杀伤力。赋一笑的每个战斗细节都在诉说她的过去。被吊打时利用绳索反制的技巧，透露出死是赢的残酷训练，与凤随歌互咬脖子的血腥对峙，折射出丛林法则刻入骨髓的生存哲学。这种人设及武戏的创作思维，让观众能通过打斗方式读懂角色底色。对比传统女将大开大合的战场戏，赋一笑的刺客美学更符合现代观众对智性恋的期待。当他用剑使在城墙上刻下战书，当他在被围剿时利用环境制造陷阱，这些设计都跳出了武力值靠特效堆砌的窠臼。一笑随歌的成功证明，观众反感的从来不是瘦弱体型，而是缺乏逻辑支撑的虚假强大。赋一笑的形象开辟了新路径，刺客型女将靠职业特性破局，谋略型统帅以智商碾压，每种类型都能找到合理的表现方式。当古偶剧还在批量生产披甲花瓶时，真正需要打破的不是演员的身板，而是创作者的思维定式。赋一笑这匹孤狼的价值，正在于它撕开了类型化角色的缺口，让观众看到女将军也可以有如此鲜活的生存姿态。